在聊天嘛，然后呢就会聊一些，就是我老婆会问我呀，就是你有没有女朋友？我说很久没有女朋友，或者是这种的，然后就会问，然后办婚礼的过程很辛苦的，就反正要这样那样这样那样，然后要去接待朋友啊，然后反正很辛苦，反正根本上每一天都可能睡3个小时都不够睡。那一次我印象很深，就是60强的时候，我就是鼻炎会突然之间鼻炎就很严重那一天。然后呢，包括我的右边坐的是阿甘，就是甘永杰，他那天又感冒。然后我左边坐的是李荣耀，然后我又是那個鼻子不舒服，然後這邊又是感冒。今日嘅橙色大笨象，我哋邀請到一位才華橫溢嘅多面藝術家尹新傑同我哋傾偈。佢嚟自湖南，係一位傑出嘅舞者、編導同埋歌手，曾經喺中國首部國標舞劇《長恨歌》中擔任男主角，亦都曾經榮獲中國文化部文華獎、桃李杯、銀獎同埋全國國際標準舞錦標賽表演銀獎、金獎同埋編導金獎。除咗舞蹈上嘅成就，尹新傑亦都積極投入音樂領域，曾經參加中年好聲音歌唱比賽，展示佢作為歌手嘅深厚實力。你仲記唔記得你第一次嚟香港嘅時候，對香港嘅印象係點？我很喜歡香港。我第一次來香港的時候第一次去的地方就是銅鑼灣時代廣場。我說哇，就是覺得，因為對那個以前那種燈牌，就是做的那種燈牌什麼的，就是那種叫霓虹燈牌。因為那個時候霓虹燈，我們小時候都是看香港的電影啊，就是長大的，所以就覺得哇，就是可以來到香港，可以看到這些，就覺得很奇妙的事情，就好像回到小時候看電影一樣。你嗰陣時幾多歲啊？那個時候23、4歲大概吧。香港係咪你想象之中嘅香港？跟我想象的其實是差不多的，就是就是很繁華呀，然後呢，風景也很美啊，然後那個時候去維多利亞，就是看那個海對面啊，都覺得哇很漂亮，這樣就是很繁華的感覺。第一次來的時候，然後你包括現在去海邊走一走，都會覺得哇好美，這樣。譬如喺生活同埋喺工作方面呢，你覺得香港嘅生活同你喺國內嘅生活有咩分別啊？其實沒有太大的區別，我覺得其實很多地方像深圳啊，北京啊，它的生活節奏其實也蠻快的，在深圳的生活節奏也挺快的，包括工作呀、生活呀，其實都差不多。但是像我們教跳舞可能就會比較輕鬆自由一點，沒有說像那種就是朝九晚五的會比較節奏快一點，我們節奏會慢一點，所以其實是兩種就是不太相同的生活節奏。其實你嚟咗香港一排呢，最懷念你嘅家鄉乜嘢呢？最掛住係咪某種食物啊，或者某個環境啊咁？對，就是因為還是家鄉是比較吃辣的嘛，所以還是很懷念家鄉的菜，包括自己的母親做的菜啊，包括我們家鄉的一些特色的一些菜啊，這種的還是很懷念的。我們是過年是肯定要回去的，就是過中國的春節的時候是春節，
对，是一定会回去的。然后平时呢，可能就回个一两次啊，就是在以前回的少一点，现在这幾年可能回去的會多一些。就啱啱翻咗去辦婚事啦，係咪好熱鬧啊？好多人嚟飲啊咁樣。沒有，因為我跟我老婆呢，其實不是那種特別想麻煩人的人，就是所以就其實本來是不想辦婚禮的，但是我父母呢就因為他們很想辦婚禮嘛，所以就回湖南去辦。去家鄉，因為他們也有很多朋友啊，然後都是說都會問什麼時候喝喜酒啊，這樣的，所以我跟我老婆就回我的老家去辦了婚禮，然後辦婚禮的過程很辛苦的，就反正要這樣那樣這樣那樣，然後要去接待朋友啊，然後反正很辛苦，反正根本上每一天都可能睡3個小時都不夠睡。即係好多朋友嚟恭祝你哋啊，好多朋友啊，就包括我父母的朋友啊，包括我自己家鄉的朋友啊，因為比較近嘛，然後呢都會比較適應現在的天氣，因為我們家這個時候8月份是很熱的時候，所以我就沒有叫我們就我香港的朋友啊，然後或者是我們中年好聲音的同學呀，我就都沒有叫，因為怕他們太辛苦了，因為可能不太習慣，因為在老家它跟香港不一樣，可能香港呢空調會開得比較好一點，在內地在我們老家可能就空調開得不是那麼冷，所以就怕他們很不適應，會很熱，所以也會覺得會很麻煩別人，所以就是反正在家裡面，家裡的我父母的朋友來參加婚禮，然後我老家的一些朋友來參加就可以。咁啊，最近見到你喺 Facebook 咧就上載咗好多好靚嘅結婚相，恭喜你！亦都多謝你同我哋分享咗咁多咁靚嘅婚照啦。不得不同你講中年好聲音啦。我想講翻嗰一日係24強嗰一日啦，我覺得好令我難忘記嘅就係你講過一句說話，你話你今次嘅比賽呢，你冇遺憾。我見到你好多嘅隊友喺後邊喊緊嘅，咁你仲安慰佢。其實當日你嘅心情係點樣㗎？其實我當時心情很放鬆，就是因為呢，其實你像我們參加拉丁舞的比賽，很多時候呢，就是可能你這一次可能拿冠軍，可能下一次可能決賽也進不了，都是可能當時的狀態呀，就是很多原因，所以我們經常比舞蹈比賽呢，我們的心態就會很好，因為呢，其實比賽呢，最重要的是你要自己跟自己比，你覺得你自己做得很好了，我覺得就沒什麼遺憾了。就包括那一次24強的比賽，因為我覺得我唱得還不錯，表演得也不錯，然後呢，就因為當時的心情就是我又不是專業唱歌的歌手，也沒有學過唱歌，我是因為喜歡唱歌來參加比賽嘛，所以我只要我能多唱一首歌，我就很開心了。就是當時的心情是這樣子的。想同你分享一個留言啊，咁就係一位朋友講，佢話呢，你被宣布淘汰嗰一刻呢，仍然保持住笑容，而且仲風度翩翩咁樣安慰身旁嘅朋友，絕對係一個風姿瀟灑、情商極高嘅可愛善良大男孩。咁我相信好多朋友其實喜歡你呢，除咗係你跳舞跳得好叻啦，咁你唱歌好聽之外，我覺得係俾你嗰種做人處事嘅態度呢所吸引嘅。咁你覺得呢個係咪你受歡迎嘅原因之一呢？因為真係好多朋友你見到留言呢就好戥你不值嘅
係咪？即係可能喺街度見到你都話：哎呀，做乜嘢咁啊？點解啊？咁樣，可唔可以分享下？係咯。其實我是這麼認為的，因為本身我的性格就是比較溫柔一點的，就是不是那種很強勢的性格，所以呢，我覺得可能大家喜歡我，可能也是因為跟性格這方面可能也是有關係，所以我也是先謝謝大家喜歡我，然後怎麼說呢，就是因為我覺得與人相處或者是朋友之間還是要就是要友善一些，然後要和諧一些，所以就是還是反正謝謝大家喜歡我這樣。你覺得同 Richard 老師合作呢，嗰個經驗可唔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？Richard 老師教咗你啲乜嘢啊？哇，真係呢度呢仲要多講要感謝 Rita 老師，因為呢真的他是一個非常非常 nice 的人，然後也是非常好的一位老師。其實我是沒學過唱歌嘛，然後那個時候跟 Rita 老師上課，然後他會教你很多，就是說你這個地方你需要怎麼去唱啊，就要怎麼去改變啊，就是要怎麼唱，然後讓別人會有共鳴啊，就會教很多很多東西。包括私底下呢， Rita 老師也是一個很隨和的一個人，所以我是非常喜歡 Rita 老師，也是非常謝謝他。喺成個參賽過程之中，我哋知道你學咗好多嘢吓，得到好多嘢咁。你覺得最辛苦係邊段時間？其實就是你像我們100強的時候，還有60強 PK 的時候，因為100強的時候你是第一次上舞台嘛，然後你會很不熟悉這個舞台，然後呢，又可能沒有見過有那麼多觀眾啊，然後還要就是可能那個開始的聲音嗶嗶嗶那聲音就會很緊張，然後沒有，因為比賽這種事情它一定會很緊張的嘛，所以我們你像我自己是從我們團戰開始才放鬆下來，就是說可能不會這麼緊張的，其實大家都會很緊張的，而且最辛苦的就是可能60進30的時候，因為他要錄影要從下午開始錄很長時間，所以就會人會很辛苦，你包括 TVB 的那個空調開的會特別冷，所以對自己的那種身體狀態啊也是會有些影響的，所以像那些參加比賽的朋友還是就是緊張它是肯定會有的，但是一定要想辦法讓自己就是安靜下來，就是用一個平常的一個心態去調整一下。那一次我印象很深，就是60強的時候我是就是鼻炎會突然之間鼻炎就很嚴重那一天，然後呢包括我的右邊坐的是阿剛，就是甘永杰，他那天又感冒，然後我左邊坐的是李榮耀，然後我又是那個鼻子不舒服，然後這邊又是感冒，李榮耀在我們的左邊坐的，他就很辛苦，他就是在說哇，你們兩個都病吧，就會很辛苦那種。但是其實比賽的過程就是在等待的過程是很辛苦的一件事情。你參賽咁多首歌裏邊，你覺得你自己最滿意嘅係邊首歌？最滿意的就是一生何求。一生何求。我自己聽自己唱，我都覺得好像有進步哦，很好聽哦。就是沒有，因為很多時候你自己聽自己唱歌，總會覺得好像差一點啊，好像很奇怪啊這樣。但是呢，一生何求我自己聽自己唱，我是覺得真的是會有進步的，所以我是覺得我自己一生何求那首歌是唱得最好的，就是比賽中間。
有人講咧話你係一個好有決心嘅人喎，因為你亦都喺電視裏邊提過咧，就係你入咗決賽之後咧，你自己減咗磅30 kilo， 係咪30？係咪30 kilo 定20 kilo？咁呢個都好大決心喎。咁其實你個人咧都意志力幾強㗎，係咪啊？對，沒有，因為畢竟如果人胖上鏡會不太好看嘛，所以呢，那個時候就是海選的時候，那個時候是會有點胖的，大概180多斤左右。然後那個時候海選離100強的錄影可能有1個月的時間，那個時候就回湖南，因為在深圳呢，我有同學呢，他很喜歡喝酒，然後每天都叫我陪他吃飯啊什麼的，然後每天都喝酒，所以我就說我就不在深圳待了，回湖南去減肥，然後就回湖南待了1個月，差不多減了20斤左右。咁你湖南你媽媽煮嘢俾你食都好好食㗎，咁你咪要忍住口唔食咯。對，就是基本上跟我媽說啊，我大概要吃一點什麼蔬菜啊，或者蝦呀，或者是這些就是高蛋白一點減肥的東西，然後會跟朋友去爬山啊、跑步啊、打籃球、踢足球啊，這種的，就是每天的運動會多，然後吃的呢就會比較少一點，然後會戒一些碳水啊之類的。你係拉丁舞嘅教師啦，教小朋友同教大人個分別喺邊度啊？教小朋友跟大人的分別就是可能方法不一樣咯，因為教小孩可能你要看多大年齡的，可能小孩他會有一些趣味方面的舞蹈啊，然後不一定是就是要講技術這麼多，可能成人呢會反正同小孩還是會有很大分別，小孩可能更專注於他的興趣啊，然後他動起來的那個能力啊，大人可能就是多一點技術啊、表現力啊這方面的。你覺得點解學舞蹈係重要呢？跳舞嘅好處喺邊度？跳舞呢，第一就是你會，就是其實跟運動是一樣的，你運動會出汗啊，跳舞其實也是這樣的。而且跳舞呢，它對你的整個身體的肌肉來說的話，那個塑形會很好，就是你的形體啊，你的氣質方面啊，可能會更好一些。舞蹈可能對於大家的幫助，就是這些方面，包括體態啊，包括身體的這個新陳代謝呀，包括心情，因為跳舞也是開心的嘛。所以包括心情也會是很好的，會開心的。開心啊，最緊要啊。其實你覺得拉丁舞嗰個精髓喺邊度啊？即係拉丁舞特別嘅地方喺邊度？拉丁舞其實它是每一支舞蹈，就是每一個類型的舞蹈，它都是表達的是不一樣的。但是呢，拉丁舞的精髓呢，其實就是他所講的就是男人跟女人之間的事情，就是因為拉丁舞它一定是2個人跳的，它才是叫拉丁舞，它一定是男人和女人分得很清楚。而且我們在拉丁舞當中呢，其實跳法也是不太一樣的，男生的跳法有男生的跳法，它是比較男性一些的，女生的跳法就是比較 sexy 一點的，比較嫵媚一點的，所以跳法是不太一樣的。我曾經聽你講過啦，其實咧舞伴咧最好咧就唔係真正嘅伴侶，即係同你跳舞嗰個人咧最好就唔係你個女朋友。可唔可以解釋下呢一樣嘢？我是覺得不是情侶會更好一點，因為呢你很多時候，你如果你的情侶是你的舞伴的話，你就是跳舞也是在一起，然後呢生活也是在一起，有很多時候就不是那麼純粹的是跳舞這件事情，包括生活上的情緒啊會帶到舞蹈當中，其實這樣子會比較會不好，就是會要怎麼說會打架一樣。
对，就是吵架會多一點。大家都知道啦，你係喺中年好聲音嗰度識你嘅妻子嘅，咁你哋結咗婚差唔多都有冇半年啊？差唔多半年啊，係咪？有啦，差唔多有半年啊，8個半月。你哋係咪一見鍾情？你哋係咪一見鍾情㗎？對對，基本上是的。因為你沒有你講沒有想過，就是因為去比賽當時的想法就很單純的嘛，就是去唱歌比賽，沒想過要找女朋友，怎麼可能？那個時候不可能，就完全沒有這種想法，所以也是緣分，緣分才走在一起的。你記唔記得第一句同佢講嘅係乜嘢說話？係你叫佢先定係佢叫你先噶？就是在聊天嘛，然後呢就會聊一些，就是我老婆會問我呀，就是你有沒有女朋友？說很久沒有女朋友，或者是這種的，然後就會問，然後然後沒有，之前採訪也有說過，但是現在我就不太好講這些事情，老婆會臉紅的，我自己也會臉紅的。唔緊要咧，佢唔喺度唔緊要啦。不過我覺得即係點解真係點解觀眾咁喜歡你咧？真係你嘅真性情咯，係咪？唔講都唔緊要吓，大家就好開心啦，因為知道你哋開心咁我又見到你咧，其實都中意教小朋友跳舞啊。咁嗱，而家組織咗家庭啦，咁會唔會好快有小朋友啊？這個都是要看緣分的，就是說有了就肯定有了，沒有就要努力一點。OK， 但係你都係中意嘅，你希望有嘅。對，我跟我太太都很喜歡小朋友，都很喜歡的，所以都太好了，都是對，因為還是覺得小孩很可愛啊這種的。最後呢，就是首先呢，先謝謝吉米的邀請採訪我，然後呢，也謝謝這麼多喜歡我的朋友，然後支持我啊這種。然後也希望你們在平常的生活和工作當中呢，都保持一個很好的心態，然後讓自己多一點開心。因為我的人生格言就是開心一天是一天，不開心一天也是一天，何必要選擇不開心的一天，還是要選擇自己多多開心的一天。對自己的生活呀，對自己的身體啊，也是很好的。所以希望大家保重身體健康，開開心心。